实尤医师他都是新陈代谢科的专科医师，可是，在8年前，拍谁？我看你巴肚做大。那个时候体重重，糖化血色在5.9，血压开始有高，我的胆固醇在医学上的边缘。我去做核磁共振，我心脏血管外面已经钙化了，所以真的不是糖尿病，你还会变到心脏病哦。尤医师现在是55公斤，体脂20%。其实我的体脂再低一点，指标就是能不能把6块肌打开。你起码5、6块肌， 6块肌，但现场不露。我们看到他这个8年来没有复胖，减重有很多方法，我认为吃对才是正确的。你吃少冲血糖的食物还是多的话，你的血糖降幅有限。很多我们追踪的体重减了，血糖没有降，因为它没有针对糖类食物去减。我们看糖尿病有很多的老人都老，每天看病都有过90岁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不管今天是前期或进入糖尿病，你的寿命是可以拉到85、90。随着年龄增加，肌肉越来越容易流失，养本、养肌肉、养体力要从年轻养起，所以蛋白质不能少。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糖尿病是我国的10大死因之一哦，每一年大概有1万个人因为糖尿病而死亡，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不过，也许你可能没有发现，你现在还没有糖尿病。可是你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在糖尿病的前期。今天我们请到新陈代谢科的尤能俊医师，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预防，或者是判定你是不是在糖尿病的前期。欢迎尤医师。主持人好，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尤医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样算一算哦，我们在台湾10个人里面就有3个人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是糖尿病，有这么多吗？差不多，有吃药治疗的250万，那个是健保有登记，那个不会错。那后面至少是500万起跳啦。你说前期的500万起跳，500万起跳，所以加就大概750万，那大概就是3个人一个。是从小孩子算起的全人口，那他们前期也不是只有发生在成人、儿童、青少年一样会有。所以到底什么是糖尿病前期？这个有一个定义吗？糖尿病的界点都是你的血糖的代谢能力，用2个方式去测试，一个是抽血，或是你扎那个手指头去看你的血糖。如果我们隔1夜不吃空腹血糖，正常在100以下，那100到125就是偏高，这个时候是前期。扎血过126，这个会判定是糖尿病。那每一次吃东西，糖都粘在红血球上，那个叫糖化血色素。3个月会结算一次数量，数值正常是5.7以下，那5.7到6.4就是前期的范围，过6.5是糖尿病。那为什么医学上会把一个身体的状况分段落？因为危险程度不同。那前期的人，这个从医学的研究里面已经被证实，台湾自己的资料库也看到，前期死亡率已经上升，肾脏有问题、视网膜有问题的比例都拉高。就说你还不是糖尿病，你只是前期，你在前期你的健康就已经输给别人了，就亮红灯了，就开始亮红灯。那为什么把它切到什么6.5啦、126是糖尿病？那医学上的对应方式去看那个多少的血糖数值，你会发生视网膜病变。那我们说眼睛不只是灵魂之窗，对，那眼睛现在可以开锁。开锁哦，对，就是用扫的，有没有？对，用扫，它其实眼睛可以开锁。身体的构造在视网膜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血糖偏高会产生视网膜的病变，前期开始就有病变了。那为什么把它定在6.5叫做病？因为6.5上升的那个数量，它会陡峭的增加上，它会从那个缓步上升，一直陡峭上去。所以糖化血色素只要过6.5，不管是肾脏啊、视网膜病变啊，它都会陡峭上升。那前期是一个很好给自己的提醒嘛，因为你会做体检，你知道说你落在前期，有对应的方法可以改变这件事情。是，所以如果我们去做健康检查，然后有一些红字出现，尤其是在血糖这个部分有红字的话，就要多注意，因为可能你就是糖尿病前期。那除了说去做健康检查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指标可能正在糖尿病前期？前期几乎没有对应身体不舒服的指标，没有不舒服，但你那个体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如果你对照你的年轻，那现在有些人年轻就开始体重已经很重。那台湾普遍入社会之后就开始运动了、饮食了，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慢慢不到中年就开始发福，这体重节增加上来是一个非常重要身体变化的警讯。我们每天的看病里面，蛮多人第一次看病眼睛已经开始坏掉了，年轻人也一样，但他的血糖高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以前都说3多1少，那个是到很高的血糖的时候，会多吃多喝多尿，体重减少，那个叫3多1少。那有人会说你还是会因为什么容易阴部感染啊？现在大家流行讲什么泡泡尿啊？其实都是相对躲了更长的时间才被发现你有糖尿病。那我们现在有成人健检，那假设不是成人健检，测血糖很容易，测糖化血色素很容易，甚至如果你是热心捐血的人，捐血中心一样帮你量糖化血色素啊。所以我有一些就是因为热心去捐血，糖化血色素高了。现在我们医学上有很多对应的方法，比方说你体重过重，不管你用药不用药，你其实可以去减下体重。那有对应的饮食运动的调整法，很多医疗单位都在提倡这件事情。那我自己就是在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在教这件事情。对，尤医师他很特别哦，他自己曾经在8年前，因为有一次爬山的时候，他刚刚讲这个一个小山不是很高的山，不是很高，但是有一点连续坡上去。结果整个脸色惨白，对我非常差点要叫非常救护车，脸色好白。那辆救护车上不来，一定是那个最后一定是被担架扛下去。那我说不行，我们休息久一点。那休息长一点的时间的时候是可以下山。但那一次就真的自己吓到，对应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是体重重，糖化血素在5.9开始高上来了，已经超过5.7，血压开始有高，是我的胆固醇在那个医学上的边缘，那我的高阶检查去做那个核磁共振，我心脏血管外面已经钙化了，所以真的不是糖尿病，你还会变到心脏病哦，糖尿病的前期啦，如果你有外加一些体重过重，那你的运动量可能不是一个常规的运动，外加血压偏高，血管就已经不健康。是这个尤医师现在的体格体态非常的标准，非常的好，甚至我觉得有点偏瘦。可是，在8年前，大家看到那个时候他爬山会喘的时候，有照片为证。有照片为证。那个时候是163公分，78公斤，体脂是超过30%。对。拍谁？我看你巴肚做大，就是肚子真的蛮大的。真的是看病的时候跟患者讲说你要减重。那自己的肚子其实挂在那个枕桌上面，一边跟人家说要减重，结果肚子然后就被比回来说，医生你的肚子也不小。对，其实你看尤医师他自己都是新陈代谢科的专科的医师，可是他有时候也是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每个人都有生活上的那个习惯性啊，比方说你怎么吃啊，怎么活动，大部分还在工作的人，其实都把心力放在工作居多，赚钱，相对就会有忽略。所以你的时间怎么拨啊？比方说运动要拨出时间，除了你要有体力要学习以外，那饮食就是每天坐下来吃东西嘛，如果我们也是舒服，也是愉快的吃，但是我们改变吃的内容，那可以改变健康。这个是我那个时候开始知道我要调整，那我要调整的时候，我也知道医学上有对应的那个叫做低糖饮食的设计法。是。那我有做一个特殊的设计。好，尤医师现在是55公斤，体脂20%。其实我的体脂比20%再低一点。比20%还低。指标就是能不能把那个6块肌打开。你起码5-6块肌，但现场不露，现场不露。好，我们看他这个8年来没有复胖，他的秘诀是什么？刚才其实医师自己已经 Q 了，他发明了133餐盘，这个现在变得非常有名。我们请医师告诉我们，133个数字都是对应营养的数量，数字最少的指的是那个糖，有字边的糖，饭啊、面啊、面包啦、水果、牛奶都是糖，牛奶也是。等一下我会谈那个是其中一个地雷。好，那要算后面2个3，一个对应的是蔬菜量，指的是3份，还没有煮之前就是300公克，那煮完大概在1碗半。那后面的3其实是蛋白质的底线，包括蛋、豆、鱼肉。有时候大家会说哪一个好，其实都好。那如果把鸡肉丁啊，或是鱼肉打散了，放到那个碗里面，女生的底线是要半碗，那男生大概会到8分，那需要很多人会到1整碗。如果肉片有厚度的话，都希望是一整只手，一个手掌。但男生的手会比女生多一点，对，所以男生的起跳不会是3份，女生希望底线是3份，男生的话4份。有运动5份，身高比较高，甚至到6份。那133如果我们放在一个盘子里，蔬菜一定会占掉1半再多一点点。那这样的话，你的蛋白质量大概是你主食的半啊面1倍左右。所以最多的是蔬菜，最少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主食。那也是因为跟我们的习惯不一样，所以大家需要时间去做调整。对，因为台湾人吃饭配菜。
很少吃菜配饭，现在整个观念通通都要颠覆过来。请大家去想象那个食物味道的这件事情。如果是菜跟饭搭，是吃菜配饭，吃肉配饭，那主角就不是饭。对，因为饭从头到尾味道其实都是一样。你可以组合不同的菜入口。加上那个少量的饭粒，所以我饭压在碗最下面，打底是饭。OK， 1份糖的饭用汤匙去装，大概2汤匙，才2汤匙，2汤匙装，筷子夹，我通常会夹到60次啊，有到60次，因为我是菜入口，饭极力入口。那你才几颗而已，几颗而已。调整的时候要回来专注那个食物的味道，所以我常常在鼓励大家调整，那个是减下饭叫做低糖。不管蛋白质先吃，蔬菜先吃，只要有效把饭少下来，它效果是一样的。因为你的主食拿来配的东西少了，所以其他的食物基本上你可以单吃，你可以自己任意组合。你永远在吃饭配菜，你没有去完全去享受那个菜的单一的味道。那这个煮法有一个，如果在家里煮一个非常好的优点，你下手的盐巴没办法下太重，对，因为单吃。对所以这个是医师可以享受美食，又可以顾自己血糖的一个好办法。所以你慢慢会回到食物的味道。所以饭包括面这些不是主食，他们只是配角。1份糖的饭，不管是白饭、五谷饭、糙米饭，你最后的结果其实差不多。这个是冲高血糖的，我们要慢慢去练习，说我少口，我少，但我吃得很愉快。慢慢咀嚼它，然后可以尝到它那个食物的味道。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方式练出自己是一个美食家。这个也是很有乐趣了，就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很苦，对，很辛苦。不过我们再回到133低糖餐盘，每一餐只吃1份糖，大概是40克的白饭。对，那饭大概是40克，对，两个汤匙，是不是大概1/4碗饭呢？差不多，差不多。如果是馒头的话，是1/4颗馒头。一般的馒头，当然也有超大的，超大要更小。如果市面上有一个冷冻小馒头，大概就是一个小馒头，就是一个小的馒头。那面条的话，应该也是1/4碗。它大概是这样。面条有一个装法是用一样汤匙去装面条，面条有长度嘛，大概装2次了。像我还是会吃到1碗饭，然后面条我们也都是1碗可是其实你如果真的要这个控制血糖，这个就不行。但通常我如果吃面条，我就单独享受面条的味道。面的味道不是不能配菜如果我们想象面跟配菜，比如那个榨菜肉丝面，对，大概是这样啊，牛肉面。那我请教一下医师，如果说我今天去吃1碗牛肉面或拉面，我是不是不能叫一整碗？那基本上你还是1碗，但你要选择可能真的不4碗。就面我可能留一半，对，面的量一定要。OK， 所以我去叫了1碗这个牛肉面，我可以把肉吃光，我可以把菜吃光，可是 maybe 我可以把汤喝光，可是我的面条一定要留一半下来。一面食管1个馅饼大概接近了一个馅饼，如果水饺大概是3个水饺，才3个。你带皮吃3个，后面我的习惯是会把皮脱掉。天哪！很有名的那个卖小笼包那一家鼎泰丰，你可以把小笼包你点1份，那个全部都是你的，因为它的面皮是小的，可以吗？这1份呢，那1份就是你的。好，这样大家可能就有一些概念了哈。对，大家就有一些概念了。那另外呢，3份蛋白质，刚刚医师已经跟我们讲过了每一餐搭配3份蛋白质，增加饱足感。早餐的话是1杯豆浆加2颗蛋就可以达标，那个是基本的。早餐我们外面卖的淀粉都真的很大，对，外面淀粉稍微是可以拉到我们靠近1份的是薄皮的那个饼皮蛋饼是比较不够量，但如果粉浆蛋饼非常多，粉浆蛋饼它给你的1份都超过1碗饭以上。我觉得它还有再加一些姜粉下去，它有些是现用那个姜粉现煎的那种蛋饼就是比较松软，那一种的淀粉非常多。如果是像这种冷冻，有时候我们去超市买那种薄薄的那个，蛮多家都是大概1份左右而已。1份那就算1份，对，算1份。你外加蛋嘛。对。那另外蔬菜，刚才医师也特别跟我们讲过丰富多样性的3份蔬菜，这很重要。尽量不要单一是粗纤维。如果你是做133的话，3餐都有蔬菜，那个纤维量非常大。那纤维最后有一些不消化，就是你的每天要排泄的那个排泄的量体太大，所以有些人反而便秘。所以我会建议是用多样的蔬菜去搭配。比如说花椰菜啊，基本上配色的。
只要配色就对了。对，大自然里面的颜色，通红橙常黄绿蓝靛紫。我有算过我一整天吃进去的那个食材，我通常一整天的食材都大概30种以上。30种，其实葱姜蒜吃下都算了，也算一种。算了，红萝卜切一点配色算了。对，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每天吃了什么哦。食材越多，其实是我们不会过于单一。对，也比较安全，也比较健康。在营养平衡上会比较容易达到平衡。是。好，刚刚说到133餐盘有一些地雷，有一些误区，像刚刚医师特别提到牛奶，我其实有吓一跳，因为我每天喝很多牛奶。牛奶是综合营养的食物，牛奶当然有蛋白质，也有脂肪，但牛奶里面的乳糖，它转化成为冲高血糖的葡萄糖速度非常快。如果你喝拿铁的习惯加奶的话，你把它转换成豆浆，试看看哦，豆浆拿铁很好喝，咖啡尽量就是无糖、无奶。黑咖啡，我今天才回来一个本来看病的一个病人嘛，他上次血糖过高了，超过7.2，我们都不加呀，回去就只有改他喝拿铁的习惯。3个月回来，他光改成喝黑咖啡，糖化血就降下来了。哇，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牛奶的地雷。不甜，其实常常很多的雷。或是酸，例如凤梨是生低，因为你会觉得那个生低是入口，但酸常常后面都躲得甜。有一种酸你是很难单吃的，柠檬的酸就不太躲糖了，很难入口。那你没办法单入口，你能入口的很多都躲糖。例如我们的腌菜里面的泡菜，所以韩式泡菜里面我没有看过不加糖的。可是它那个很辣，它的辣跟酸把糖盖住了。哦，所以当你吃到的调味是那个酸，又很好入口的话，通常有放糖。通常那个就是地雷，那个就是雷区，大家要特别小心。例如我们那个糖醋排骨啦，因为那个酸你就觉得好入口，但里面放糖，其实糖躲在后面，不知不觉摄取过多。另外有时候大家认为是杂粮，地瓜是杂粮，大家听到杂这个字想说，这个多吃都没有关系。你如果要去超商买地瓜，你要挑到最小的那一条，1半是1份。好，地雷食物还包括南瓜、山药、马铃薯、芋头，你不知不觉，因为你以为是菜你以为是菜，台湾的那个过量自助餐全部叫蔬食便当，它的菜里面常常包括根茎只要根茎都要算，这个都会代替你的那个就如果你有出现这些食物的话，你就干脆把那个饭你就舍去掉了，就舍去了，所以大家这个要非常的注意。还有我们可能以为腰果啦这些坚果类很健康，可是它可能也是地雷区。还有无糖的燕麦饮这最近很流行，那个超大雷，这是超大的雷，因为那个燕麦会认为很健康，对，但它那种中华纤维都破坏掉了，那个冲血糖很快。还有包括无糖优酪乳，有时候也是。优酪乳的话，因为是奶的发酵品，里面它还是躲淀粉，不会它都不能吃哈。但是如果你有选的那个无糖的优格，看看那一天，也许你就把你的淀粉扣掉了，你就搭蔬菜嘛，搭蛋白质食物啊。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误解，譬如说我今天可能我想要做一个健康的饮食跟低糖的饮食，我去买了一颗地瓜，小颗的，然后我又去买了一个无糖优酪乳，又喝了一杯 latte， 那个3个没有什么糖，但是都躲了淀粉。3个加起来不只是3份的，有时候4份，有时候5份。对，然后我还以为只有1份，对，我就吃下去了。但我会认为这个是学习啦，因为当我们有一个健康意识，认识食物，那我认为那个食物除了美味以外，其实现在的学生是有教营养学的，是从小就教，只是并没有把它化为在生活上，我们到餐桌上去应用。早一点学，你都会学到对应。好，接下来如果我现在在糖尿病前期，我可能有警觉了，那我想说，那我就少吃就好了。这个观念也是错的吗？那个少，也许你真的会降一点体重。那降体重本身是会减下你的胰岛素阻抗，但你吃少，你冲血糖的食物还是多的话，你的血糖降幅会很有限。所以我看过很多我们追踪的体重减的，血糖没有降。为什么没有降？因为它没有针对糖类食物去减。所以减重有很多方法，我认为吃对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只是一个少的概念。那这个少，我们在调整体重或是调整饮食的时候，常常看到那个肌肉掉太多啊，就掉到这个蛋白质没有吃够，所以概率性的少并不对。随着年龄增加，肌肉几乎都是越来越容易流失。那我们团队对降下脂肪，我们的工具很多，方法很多，一定让你降。如果你真的饮食调整法降不下来，用上新型的用也好，1年减20公斤不是问题。但要挡住肌肉流失，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我们看糖尿病有很多的老人都老，每天看病都有过90岁的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不管今天是前期
或进入糖尿病，你的那个寿命是可以拉到85、90的。养本、养肌肉、养体力，要从年轻养起，所以蛋白质不能少，所以不是概念性的少，它是对的。对，这样大家都了解了吗？另外，这个因为天气又热，现在夏天嘛，那喝一杯饮料里头很多代糖，满街都是，这个东西对健康的风险是什么？那看你怎么用代糖。如果你为了那个甜味，你一直用代糖来做一种心理的补偿，那你无形中你这个饮料你会喝太多。因为你并没有真的戒掉那个甜的感觉。那代糖基本上只要是法规允许用的，不至于你有喝到就等于好像吃到毒一样。就看我们食品有很多添加，一般是吃不到那个量。但你也不要变成自己那个为了那个甜味你戒不掉。你一直用那个上瘾，对上瘾。既然你会用代糖，难道你真的会去抗拒那个真正的糖吗？不会。所以最终对你的那个饮食各方面调整，它不会发生效果。但如果你有阶段性的那个帮忙，例如有些人要戒烟，用了戒烟口香糖，想要戒掉那个拿烟的感觉，我代替用咬的，我阶段性的那个使用一定是可以的。好，那现在很多人提倡是要用运动来这个降血糖，这是真的吗？可以吗？如果是餐后运动是会降血糖，不能慢过2个钟头。大家要先认识一件事情。你运动的时候，身体的讯号是我要有能量，身体一定会用各种荷尔蒙的方式拉动肌肉肝糖释放甚至最后肝糖也释放。肝糖释放是冲高血糖的。如果我们今天自己给自己做测试，运动前测一个血糖，运动后再测一个血糖，对有糖尿病前期或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通常运动后血糖它会拉高一点点，空腹运动。所以我不认为那个运动是直接有那么办法去降到血糖，要看你的那个搭配的时间。餐后运动是可以，那运动真正的效果不要拿来当成我的血糖调整的目的。是，运动有很多健康好处心肺肌力能运动就是为了养本嘛。肌肉不是只有量要有真正的力气嘛。是。另外，如果你体重过重，你运动的指标是能够渐进式的降下身体的脂肪。不是我运动跑多快我拿多重那个就是运动的表现。对应的健康要回来，我能不能让我的肌肉力气是增加的，肌肉量能提升我就提升，脂肪要少下去。很多东西都会形容叫良药啦，什么运动是良药。我也同意运动是健康，整体健康真的很重要。但它也不是像那个感冒，你吃一颗药2个小时。你的那个病况你就舒服一点。对，它更不是那个以糖尿病的调整法。对应如果你该用药，你应该要用药。运动有帮助的角色。那运动我们现在刚刚有提你即便糖尿病，你85岁、90岁是很平常的事情。运动是为了你的老做准备，就打底做一个健康的准备。像存钱一样，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现在是糖尿病前期，为了要避免你变成真正的糖尿病，哪一些生活习惯一定要改？久坐一定要改。久坐就是那个久坐的定义很严格。30分钟就觉得坐太久了。30分钟？对像我们节目录一段，我们好像要起来一次。那我就是久坐像我的工作一坐下去是4个小时。对啊。所以如果你越是久坐，你后面要用更多的运动去补足抵消那个你久坐对身体的不良影响。所以能站就站能走就走。有时候我会说办公室如果有远一点的厕所，你就走到远一点的厕所去。3楼有你就不要去1楼了，你至少走上去你再回来。然后不要坐电梯。对没有人限制你上厕所上太久。这个是在生活上我们要养成一个多动的习惯。那饮食我们因为谈了很多，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休闲享受的时刻。同时对应到那个饮食内容调整的健康。对。那如果说我刚刚发现我血糖偏高去做健康检查，有红字，你会建议他怎么做？第一步，假设现在能看医生，我认为要看医疗团队。原则上跟大家谈，如果这个团队是看糖尿病的团队，他本来就在看糖尿病，人数也看有一定的数量，他是很懂得那个生活上去劝那个民众对饮食运动的重视，所以他因应你的糖尿病前期的指导一定比较充分。一定比较充分。那能不能自学？因为现在有很多工具书。对，我自己就出版过2本工具书。那谈的其实跟在诊间谈的是一样的。假设说我要有一个管道去学习，真的可以有管道可以学习。对，那这个学习就回来，你的知识面会
更丰富。困难点就是因为是你要跟过往的生活习惯你要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改变也许是你一个人的需要，但家庭跟着改变。所以我的看诊现在蛮多都是家人一起来，例如那个爸爸已经有糖尿病，把那个需要调整糖尿病前期的家人全部都带来。既然车子能坐下4个，就来4个，慢慢就呼朋引伴。那还是一个司机的话，就去找一个8人座的，一车8个人进来。我这边常常是家庭门诊，因为整个家庭在做饮食的学习跟健康调整。对，所以我鼓励这个是生活中的事情，是家庭中的事情。如果我们及早做，从学习的角度去做调整，所有的家人都一起变健康。对，因为尤医师是在宜兰，在宜兰看诊。所以呢，就有很多就是 family 家人，刚刚尤医师有提到4个人、8个人，就大家去，也许你不是真正的糖尿病，蛮多的前期，有一些是前期，后来发现才是前期。那有一些是体重过重，在做调整而已。那我们这边再来整理一下糖尿病前期的高危险群可能有哪一些 ，maybe 有对应到你哦，包括超过45岁以上的人，还有家族的糖尿病史，另外是过重或是肥胖，那还有缺乏运动、久坐，另外高热量、脂肪，就是喜欢喝这些有甜的饮料的人。另外是罹患心血管疾病者，还有怀孕的父母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以及测试耐受不良者。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有妊娠糖尿病，或者说你生的孩子超过4公斤，这个都是留下日后这个妈妈容易变成糖尿病的风险。OK， 所以点一点好像很容易中嘛，所以我们说现在有500多万靠600万的前期，对，真的那么多嘛？真的，因为医师一开始就说我们现在有500万到600万可能是糖尿病前期的病人，可是我猜其中有一大半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病患前期，超过一半以上，超过一半以上哦，所以我等一下也要去测验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糖尿病病患的前期，因为这个高危险族，我们刚刚讲8类，我自己都有中了好几项哈。那另外很重要的，我们这边再跟大家稍微再整理一下哦，逆转糖尿病前期的一些招数哦。第一个就减重，第二个规律运动，第3个是营养控制哦。我们刚才前面都已经讲到了，最后尤医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更最好的建议以及结语？许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你的未来，你的家庭，那学习饮食、运动，那越早学习，效果是越好。那不管调整饮食、运动，都可以是生活中乐趣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是，所以这个不是痛苦的事，其实这也是一种乐趣，还有体验我们的人生。非常谢谢尤能俊医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谢谢大家，拜拜。